三峡大坝换乘中心，换乘大巴车，来到了太平西港。等一下坐游船去翻坝，坐世界上最大的升降船机。太平西港。太平西港码头，下面一艘大龙船。江对面就是糍归县城。码头啊，还有升降电梯，方便那些年龄大的方便爬楼梯的。长江三峡5号，我们就坐这个船，等一下过升船机。还要穿过这艘大船。就这个船嘛，这是5号。你还穿的什么脚嘛？在外面，不用出来了啊！在外面出在这个船上。这个船，走那边，往那边啊，跟着那边走，慢慢的啊。穿过这艘大船。5号船这边走，注意脚下安全。晚上游船的1楼。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乘坐长江三峡号游轮，参观世纪工程三峡枢纽的升官之作——三峡升船机。游轮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长江源远流长，是我国的第1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黄河生态条东西南侧，干流全长6300多公里，长度居世界第3位。洗手间。长江支流数以千计，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等49条，流域面积120多万平方米，占中国河川径流总量的36%左右，仅次于亚逊河2楼。相当于黄河水量80%，水量居世界第3位。我们现在位于长江三峡西峡东段三峡大坝上游，游轮的起点是太平西港。太平西镇是大江府上第1镇，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西部长江北岸，面积152平方千米，总人口约3万。在长江的南岸，隔江相望的是秭归移民新城茅坪。秭归也称徽州，老城位于上游40公里处。
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总体搬迁至茅坪路，是三峡谷区最具特色的萤火虫、港口虫、女流虫。全县辖区面积2427平方公里，人口约42万。子规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他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典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等等。路漫漫其心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了诗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和追求。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为法国的文学家欧德雷、古巴的作家名这中间的这2排椅子是不能挪动的，您要搬的话就搬后面的那个圆凳子。圆凳子你可以挪到窗户边，但是这个椅子请就座的嘉宾都不要挪动。但是呢，我们到时候圆椅子你可以搬着到处走，但是的话，圆凳子不能出这个宴会厅，这2排的椅子不要挪动。后，楚人划龙舟相救的传说。曲江人民在每年立入5月10日左右，5月20日。1楼、2楼是免费的区域。前往3楼。3楼一半是免费区域。这边是3楼的免费区域。这边是收费区域 ，VIP 包房。包房是私密空间。游船已经开动了。到三峡。打电话问他，人很多要扫了，你下面全部是388的。而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一一的感受和体验。我们三峡旅游集团也是斥巨资，给大家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 VR 小影院，也是想通过 VR 这种快闪的方式，游船已经离开码头，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三峡，走进三峡，爱上三峡。VR 带您沉浸式的感受到游船上4楼观光平台，收费的，20元一位。最顶上很通透。这边也有 VIP 包房。长江，中国最繁忙的航道。黄
家盛世这个大龙船。游船已经开动，青山黄汤水，风景也算不错了。带着这个，一会儿坐观光车还要用的，一会儿我们还要坐车回来。游轮上看三峡大坝上游坝体，非常明显。中间宽的是泄洪通道，左边和右边窄的，还有最右边最窄的就是水电发电厂。秭归县城边上也是码头，停了很多游轮。秭归新县城，原县城在距离现在所在的县址上游40公里处。由于三峡大坝的修建，老的秭归县城已经沉落在长江底了。三峡大坝。游轮4层休闲区，天气非常好。万吨级船队会直达重庆港，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4大经济区紧密联系起来，有力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竣工后，发挥着防洪、发电、航运、养殖、旅游、保护生态、净化环境、开发性移民、南水北调、供水灌溉10大项目，是世界上任何巨型电站都无法比拟的。三峡工程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力量，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丰碑。三峡大坝船闸上游往下游入口。生产期对于蓄能左岸非利不管管，由上游引航道上闸手、环形支管、下闸手和下游引航道，全线总长约5000米，上下游引航道实现接壤共用。现在我们游轮航行于上游引航道。此后，升船机工程技术日益进步，经过三峡大坝。目前世界上的垂直升船机主要采用齿轮齿条滑程式和钢丝上去提升两种形式。三峡升船机历经60多年。现在大家均可前往3楼外甲板自工程部站，请在外甲板观看游轮马上进入三峡升船机了。不要奔跑栏杆，不要在甲板上奔跑，不要站立于座椅、沙发、窗台之上。好，可以了。过了大坝之后到1楼免费取船，到时候广播会通知的。首先炸的就是这座大坝。拍过照片的游客过了大坝之后，直到1楼免费领取，到时候广播会通知大家。军事战略。水平看到的抓紧时间，马上要进展示了。还有没有需要拍的？需要拍的话，从这边门口这边进来啊。从这边门口这边进来，来。出来。还有谁没拍到的？来拍完照。固定住啊，然后关键是在几个人一起加？这你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给我整理？你们先走。那么，
好，拍完这边出来。进来会2块。这边出来。进来会2块。好，可以了，这边出来。不长了。还有没有需要拍的？需要拍快一点啊，马上就要进场了。走。收到，知道没有阳光了。不要拍吧，这边来，来这边进来了。先让他们出来一下，先让他们出来一下来。哎，这中间就可以了啊。来，我帮你拿着来，我帮你拿。世界上最大的升船机。好，可以了，来下来了。长江三峡群岛。好，可以了，来，快点。老板，你到妈妈这来看得到来。还有没有需要拍的？需要拍的话快一点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么高的水平，你看这么强，看到没有？方向自上而下分别设有防水门。那个左边的是逃生门，一旦这个船在过达的时候，有安全事故，每一个船卡在那个位置，卡的那个位置，那个是游轮坐垫就可以从逃生门里面逃出去。分别由布置在混凝土排水墙的桥基岩果。这边有标志，放水，船就慢慢的进入下去了。逃生门。 170年。旁边密密麻麻都是钢缆。整个升船机最大可以升起3万吨的重量。船箱用于承载航母工业规划，是承体结构与承载结构合为一体的最原始单结构。箱体外形长度138米，宽23米，高10米高，是奥运会 A 标准游泳池。平船箱内有7个高宽18米，深3.5米，承载约7200吨。平船箱内安装了升船机的设备，包括驱动系统、安全机构、对接锁定机构、船箱横向船头方向，船箱纵向方向有往外就是机械防御系统、舰型密封机构、通泄水系统、船箱门及起重机横贯装置。布置在船箱两侧4个侧翼结构上的驱动系统，通过驱动小齿轮沿齿条的运转，实现乘船机两边巨大的水船，现在已经停稳。游轮漂浮在这个水箱里边，等一下水箱整体往下降100多米。含水之后才会开始进行的一个下降。升船机后部现在正在关闸门排水，所以要等待。船后面的挡板已经升起来了，现在进行排水作业。船下降了，非常排掉一部分的重量，正好
这个交通游客，基本上我们之后会前往整个机场中心顺时一条，引起一个非常安静的。如果游客这里开车这个交通游客。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升船机啊！整个船只将直线下降95米，35分钟后将会到达底部。游轮将机器运转。升船机驶向下游。小船坐电梯，游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一共有256个钢丝缆绳一端连接着我们下方的这个巨大的沉船箱。这个巨大的沉船箱刚才说到了，它的重量是15500吨。好，那么相信现在各位嘉宾也可以看到这个钢丝缆绳另外一端连接的就是这个蓝色的箱体。这个蓝色的箱体大家在哪里看的？就是原有的钢丝缆绳这个位置。这个蓝色的箱体呢，它是在3峡中长的配合箱，它的重量是这个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上游经历的海水会到整个方式的原因。3峡中长开机内的水量可以通过排水的方式来使它达到10000。安全逃生门有多少个？196米的墙壁上，每3.5米就有一个这样的安全逃生出口。因为大家是可以看见的，整个3峡升船机内部左右是个完全对称的一个状态，显而易见的，左右两边完全对称。好，那么这一阶段我们就即将抵达到长江的下游，大概还有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抵达到长江下游之后呢，各位嘉宾可以选择留在船尾的这个位置。升船机3峡大坝，现在轮船已经到达底部。非常壮观的。游轮直降95米，等一下就开出去，进入3峡大坝的下游。
长江大桥。一样特殊的山落，就是那三峡景色被如画土家腊肉香天下的土家腊肉。我们的土家腊肉呢，都是用非猪肉做的。船上的广告啊，啰里吧嗦，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吃嘛。卫生健康，关键是保持了腊肉的原汁原味。现在游轮走的航道是人工航道，并不是三峡、长江的主航道。主航道在堤坝的另一侧。请有导游船摄影师拍摄或照片的游客，现在听到广播之后，谢谢游客。灯塔上有3个字“中隔岛”，这个岛隔开了2条航道，一个是升船机的航道，另外一个就是长江5级船闸的万吨船队航道。小船坐电梯，大船爬楼梯，超过3000吨以上的轮船都需要通过长江的5级船闸，一级一级到上面去，到上游。游船驶离人工航道，进入长江主航道。游客朋友们，位于游轮右岸的青瓦白墙的小镇叫三斗坪镇。这是一座因三峡工程而闻名世界的小镇。小镇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西南部，地处风景秀丽的长江西陵峡中段南岸，与三峡工程指挥部隔江相望。三斗坪镇是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发址所在地，有“三峡大手第一镇”的美称。三峡大坝选址三斗坪中宝岛，是经过了数十年的艰辛勘测、规划、论证后才最终选定的。早在10几亿年前，地下岩浆冲起，加上板块挤压，不仅将西陵背斜抬起，而且在长江河床下造就了整体的岩浆火成岩，成就了今天三峡大坝的基础。三斗坪坝址地质构造稳定，坝基岩体质量优良。外国专家评论说，这是上帝赐给中国的一块宝地。三斗坪江中的中宝岛，为三峡工程提供了天然脚手架。中宝岛是一个神奇的小岛，历史上无论发生多大的洪水，都淹不了这座小岛。这种水涨岛高的奥秘，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这座0.15平方公里的小岛四面环水，早在7000多年前，在厚达3至4米的遗址文化堆积层里，包含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商代等4个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1万多件文物，为研究鄂西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西陵长江大桥。右边啊，这个高楼是4星级的三峡工程大酒店。
道只有一个，在1楼大厅。这个通道非常的窄，空间有限。为了确保稍后下船安全，船方实行分楼层下船，请就座于2楼、3楼以及4楼的游客在原位就座，先不要着急下楼。游船停靠好以后，1楼的游客先行下船，随后我们会以三斗坪港，刚才坐的长江三峡5号，在这个码头的外边。我就去右边港。